我发现我瘦很快的那段时间都是我那一个礼拜我称了过，我就会瘦很多啊。大家好，我是余文，终于回来了。我带着减肥的我回来了。一个星期前呢，我在 Instagram 有 po 一下我以前最肥的照片，去到我现在的照片。我大概从我肥到现在成功减了多少嘞？24吧。我大概减了26 kg 吧。所以今天很明显，我的主题呢，就是好像你标题所见哦，只是一个分享我减肥的一个经历，还有我从这段时间里面我发现有什么比较简单的秘诀，还有方法，让我可以从这样瘦到这样。OK， 这个影片就会分成几个部分。如果你不想听前面我讲这么多废话的故事的话，你可以跳到后面去看到你想要的部分哦。OK， 谢谢大家。需要讲明的那个东西就是我这段时间的减肥都是我自己去上网，然后还有自己去实验做看的减肥，保证健康，没有节食。OK， 所以先开始呢，可能讲起我最胖的时候去到了多少。我最胖的时候呢，是去到了81 kg。过后呢，会瘦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机缘巧合之下，我有了盲肠炎，然后去割盲肠哦，割盲肠了之后，我是需要很清淡的饮食的，导致我从81瘦到了75。我那时候发现哦，原来1个月里面只要吃得很健康，就会瘦到很容易。那我75 kg。不好意思，后置的时候发现自己讲了很多的废话。总的来讲，就是大学的时候，因为走路加频繁参活动的关系，所以瘦到了65到68之间。如果你对这些故事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我的面子书去查看哦。我直到今年1月1号过后，我决定我一定要在我的生日之前瘦到54。所以这个影片我就会讲一些可能今年我减肥用的一些方式分享给大家。OK， 接下去就要讲到一些减肥的错误观念。我以前会觉得减肥就是要节食，不能吃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会吃的很不好吃，就是吃那种烫青菜啊，然后吃水果啊。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超挑食的人，我吃的青菜的那个种类啊，一只手指可以数完那种，所以我减肥对于我来讲是一种折磨啊。我同时也觉得减肥就要不断的运动，我本身也是个很讨厌动的人。但是呢，今年我减肥了过后，我发现这些想法都是错的。首先，你要减肥的时候，第一步你要先了解你自己。最开始我减肥的目的呢，我没有想要达到那些我们每次看到那些身材啊，马甲线啊，很瘦啊，很美那种身材啊，所以我就对自己讲这样我就只需要靠吃的慢慢瘦下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本身是需要那种很健美的身材啊，我觉得肯定是需要靠运动的，单单靠吃我觉得是不够的啦。第二点呢，就是你要了解自己一天里面可以摄入多少的热量。这里有一个公式，这个公式呢是算看你一天可以消耗多少热量。像我的话，我一天的身体呢，我会消耗了大概1500这样的热量。OK， 我就拿这个1500的热量减300还是200卡路里，大概是1200到1300这样。只要我一天没有吃超过1200还是1300的卡路里，我就可以瘦。这是减肥最基本的，我先靠算卡路里来让自己身体慢慢瘦下来。我们一天摄入的热量是要怎样算呢？我之前是有朋友介绍我用了这个 APP 叫做 Fitness， 然后我们就算用了这个 APP 过后，大概可以算看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首先，我们打开 APP， 去到 Food Diary 这边，这里可以加我们的3餐。例如我的早餐是吃了鸡胸肉，我就按鸡胸肉的 option， 鸡蛋，还有番茄意大利面，这样我就可以看到我的早餐总共吃了多少的卡路里，以及还有剩下多少的果蛋可以吃。等你已经习惯了过后，你可能就不需要靠这个 APP 了。一开始我是用这个 APP 去学的啦，然后我就习惯了，所以现在我看到食物我都会内心会算今天吃的这一餐是吃了多少的蛋白质啊，多少的卡路里啊之类的。然后接下去呢，我觉得减肥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喝水，然后你就要大概知道你一天是需要摄入多少的水，所以这就有一个公式，好像来我的话呢，我一天至少要喝1620 ml 以上。OK， 接下去我就要讲方法。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用168轻断食法，就是16个小时里面我不吃东西，然后接下去我在8个小时里面吃东西。但是呢，不代表8个小时里面你可以狂吃所有东西，因为你也要吃对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一天呢是只吃2餐的，然后那个2餐呢，我的方法呢可能是我会吃代餐跟麦片。选择代餐的原因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挑食的人嘛，所以我就选择代餐哦，因为代餐比较有营养，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营养。另外一餐呢，我会选择我满足的东西呢，我会自己煮，然后确保它是有营养的。那餐里面呢，一定要有蛋白质，一定要有菜。然后因为我本身呢是一个很爱吃淀粉的人，所以那一餐我也会让自己有吃到饭哦。可是那个饭的分量是很少的，哪放了一个汤匙少少不好像看一下，是小小个啊，不是这样大个啊。本身觉得168其实蛮有效的。当你坚持了1个月到2个月的时候，其实是会很明显看到你的效果，你的体重会下降。但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到了一定的体重的话，就会
下的比较慢，所以就会变成是饮食要吃得更干净一点。我这里干净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要吃那种烫青菜啊、蒸鸡胸肉这些哦，我是会找一些让我自己吃的比较开心跟满足的方式的。还有减肥期间煮的方式也是要改变，炸是不可以的，然后高油温的炒啊也是不可以的。然后我煮的方式呢，都是尽量确保在它是煎，放橄榄油煎它，然后或者焖它。总之不可以高油温去炒它，高油高温的去炒的话，就会变成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然后也很难排出去。上班过后，我觉得我的减肥有点失效，因为可能168准时，然后过后可能会吃一些炸的东西，就会开始没有这么有效，所以减肥会比较稍微的慢点。过后呢，我就觉得不可以了，想要快速的瘦下来，我发现有另外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那个方法是可以让我瘦更快。我每一餐我吃的东西，我一定会有这3样东西哦：1拳的主食，1巴掌的蛋白质，还有一大堆的蔬菜。我就是靠这样吃，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啦。我觉得减肥期间可能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多吃肉、多吃菜，尽量少吃主食，就是那些饭啊、淀粉啊。如果你真的很爱那些饭的话，你不能戒掉。你有一个方法，就尽量换成糙米啊、荞麦面啊、全麦面包啊，比较健康，也比较抗饿。这些食物进去你的肚子过后没有这样快被消化，所以你也不会这样快感到饿。下去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早餐很重要。你没有吃早餐很难瘦，吃早餐反而瘦更快，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OK， 饭后一杯黑咖啡是有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我有时候会喝一杯黑咖啡。总之，我觉得减肥3餐都要注重在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这3个都是很重要，就是不要因为减肥而不吃主食。这个是其实你没有吃的话，其实是帮助不到你身体减肥的。只是我们要把那些主食换成更营养的东西，就好像我刚才讲过的。如果一定要讲到减肥最万的秘诀的话，我觉得是喝水。我觉得喝水瘦很快。我本身是一个很爱喝水的人，我觉得我最高纪录喝水一天可以喝到10瓶，就是10L的那种。然后还有就一点是一定要多睡，一定要睡7个小时。我发现我瘦很快的那段时间都是喝足够的水，然后睡饱饱。我那一个礼拜我撑了过后，我就会瘦很多。减肥睡眠真的很重要，不可以熬夜。OK， 接下去关于做运动呢，其实我不怎么常做运动。我做运动的目的只是为了可能我想要瘦我的手臂跟我的背还有我的腰，所以我就会做一些比较说局部塑形的运动，然后可能1个礼拜做2次。做运动我本身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因为我不是做运动的咖基啊。我个人觉得减肥最重要的是心态问题。可能第一点，不要每天去称，没有用的。今天你吃饱了，你去称到那个体重数字，仅只是你吃过那一餐的重量而已，它并不代表你真实的体重。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吃一餐去称。我称体重的方式是，我1个礼拜可能称1次，然后一定要是早上起来小完便、上完厕所，就是大小便都解决了过后再称，那个体重是最准的体重。然后我觉得偶尔的暴饮暴食是很正常的。你要我讲8个月以来我没有暴饮暴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可能偶尔减肥到一段时间，我就会吃薯片，可能会吃蛋糕，但是我觉得很正常。我暴饮暴食过后，我不会去称体重，因为我称了过后我就会崩溃我暴饮暴食过后，不要去称你的体重，调整好你的心态，继续正常吃。我隔一天我就会多吃菜跟蛋白质、豆腐啊、鸡蛋啊来补那些营养，让我的身上的油啊去消化掉。然后我觉得减肥一点很重要是，其实偶尔可以奖励自己好像我的话就是好死不死电话仔会在半夜看到食物我就跟自己讲不用紧，这个礼拜我会奖励我自己，我会拿拜6或者礼拜的一餐来奖励我自己但是你们千万不要每天都在奖励自己这样你这个减肥就没有意义OK。过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不要过分在意体重的数字。对，有时候我们减肥减掉的那个未必是油，可能是水分，所以我觉得还是依回下去，要吃的健康、营养均衡。当你全部生活习惯改变的话，吃的比较健康的话，当你有那些知识过后，了解了那些营养结构过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减肥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然后其实纯粹是改掉以前坏的习惯罢了。然后我可以讲，我减肥这段期间，我从来没有饿过肚子，我真的吃到很饱很满足，我是很 enjoy 的我觉得胖跟瘦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美还是丑，没有人规定定义女孩子就应该胖还是瘦纯属只要你健康就好了，是你自己个人的追求许巍有讲到希望我没有漏到什么东西因为毕竟我觉得减肥这个话题可以讲很多东西，可是我觉得可能我会漏掉一些东西如果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还有想要问的话，可以来我的 Instagram 来问我吧，我都会回答吧，因为我没有什么朋友对你如果问我的话，我知道的话我都会回答因为我觉得减肥一个重要的东西是它需要一个 partner。当你有一个朋友跟你一起减肥一起讨论的话，这是一个很事半功倍的事情。我也是因为有遇到蛮多朋友是一起减肥的，所以我们都会讨论还用我这个方法，我用我这个方法。所以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按赞，还有打开小铃铛，拜拜。